公子，刚在府里您不是说想吃6合9色的菜吗？这怎么又……我又不想吃了。多少吃2口吧。您若再受2两肉，公主非扒了小的皮不可。那你就不要告诉母亲了，就说我吃得饱饱的。公子啊，小的哪敢骗公主啊？没胃口，我也没办法。这曲太难听了，让他换个喜庆的。是。姑娘，换个曲子吧。好。二位想吃点什么？哇，最近上了这么多新菜。那先给我来个乳鸽，再来个羊羔肉，再来一个羊腿吧。打住打住，全是肉，我荷包承受不住。小二，叫1份酱羊羔，2份新鲜时蔬。好嘞，客官，您这边请。哇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这是。那能不能多给我点点别的菜？我还想吃。都说了，过犹不及。小二，哎，公子，给那位姑娘上1份蒸羊羔。好。这份上过了。公子，这是那位公子为这位小娘子点的。这人你认识吗？你别乱说，我哪认识什么外男？哎，你都不知道他是谁你就吃？那怎么了？那都是店里上的肉，我一会儿大不了把钱还给他呗。小二，啊，公子，再上1份酱羊羔。这份给他退回去。再上1份，快点快点快点。公子，那位姑娘把菜给还了回来。小二，哎，把店里的特色菜全点1遍，送与这位姑娘享用。不必了，我们与这位公子素不相识，这位公子自己点自己吃吧。我是请这位姑娘吃饭，与其他人无干。嘿，你还来劲了？那个，多谢公子美意，但你点这么多，我也吃不完呀。而且美食最重要的是分享，不是铺张浪费。那个小二，这位公子点了菜，不用送来了。是公子，要不算了吧？敢问姑娘如何称呼？何时再来？我想请姑娘吃饭。真的？我们不会再来了。啊，走。哎，你个傻丫头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！可是我看他也不像坏人啊。真是一点心眼都没有，没救。这丫头怎么又去厨房了？母亲，您怎么来了？这种事以后交代下人去做就好了。不是您说的吗？让我多动动，能站着绝不坐着，能坐着绝不躺着。你要是真能像你大姐那样听话就好了。赵妈妈，是。六姑娘。22。这么多日了，
怎么一点都没瘦啊？今日起，把六姑娘的点心断了。是啊，母亲，你都断了我的婚事，还断我点心，我怎么活呀？你一个小娘子，如此风雨又不知收敛，日后怎么找婆家呀？什么时候你这腰细了2寸，便饮食如常？两寸？还有，日后午膳晚饭过后，要去院子里走一走，不走够1个时辰，不许回来。啊，还有，以后不许再进厨房了。六姑娘，咱们走吧。哎，这要肯定对症。一笑，我们一笑，哎，借过一下。一笑，都说了出来散心，又吃东西啊？哎呀，我都不减肥，我多吃点怎么了嘛？又想回去被你母亲斥责不成？老板，这不要了。哎，这位郎君，买定离手，买定离手，买定离手啊！给钱了都。钱也不要了，行吗？哎，这，走吧，回家。不是不让你吃，你这一路上已经吃了烤羊腿、烤糊饼、甜柿子，你再吃又几时了？到时候胃不舒服，我又得给你开药。那你下次再带我出来吧。没问题。小娘子，我对，来，怎么了？来，请你吃，啊？不要钱的，拿着。哎，小娘子，来拿着，给你尝尝，香啊！吃吧。谁让你们来的？没谁啊。你，嘿嘿。来路不明的东西你也吃啊？走。重办赛文宴是我们罗家的大事，幸好孙先生也想认识认识青年才俊，给了我几分薄面，愿意前来参加。母亲，我们罗府已经多年没有办过如此的盛宴了。想当初父亲还在世的时候，我们罗府是何等的风光啊！如今重办盛宴，还是母亲有面子，能请得动帝师。是，都是母亲的功劳。成章啊，其他名儒才子，你赶紧要去请，这个事得由你出面。母亲，您放心。哦，母亲，儿子有一事正想请示母亲，能否把父亲的藏书典籍拿出来，给来往的宾客尽情一观，也好显示我们罗府100年的底蕴。好主意啊！那赶紧安排人把静心湖布置好，那儿很清静。你父亲在世的时候，就喜欢在那儿看书。把他所有的珍藏在那儿展示给大家吧。是，母亲。那府里的流程和宴席，就由你们俩负责。母亲放心，母亲不必担心，只要孙先生肯出席，城中名儒才子定会争相登门，此次赛文宴定会办得热闹非凡。山远轩远啊，这次赛文宴一定要拔得头筹，不然枉了我这番心思。孙儿谨记。姑娘们也有展示才艺的机会了。玉儿和秀儿古筝、琵琶已经弹得像点样子了，莲儿自不必说，四艺俱佳。怡宁呢，也擅长书画剪纸，说不定啊，这次还能促成一段才子佳人的良缘呢。
杨高姑娘。哎呦，嘘，快来！哦，快来，别让别人看见我。杨高姑娘。高姑娘，哎呀，我是罗府的六姑娘。哎，你是那天6合9寺那个吧？哦，和六姑娘也是颇为有缘。哎，这是哦，这是瓦片烤肉，从这炙烤到调料都是我一手包办的，可香了这个。哎，你要不要尝尝看？好。哎，来，这肉啊，薄切之后炙烤完再蘸那个调料，哇，味道简直是一绝，好吃吧？好吃。那个你要不要再吃点水果，还有糕点？我从那儿拿的。你听这个声音，你个登徒子，你居然跑到罗府来了！你怎么进来的？我不管你是谁啊，你怎么能如此冒昧的跑来这里，跟一个姑娘单独相处呢？确实是在下唐突了。赛会宴就要开始了，我们走。啊！可是我这肉，啊，不行，不能浪费。来啊！哎，来一口。这是不是没熟啊？那个莲红，赶紧帮我收拾一下，别被母亲发现。哎呦，走。哎，走。小心。公子，公子，原来您在这儿。赛文宴要开始了吧？是，走吧。哎呀，一会儿就要献艺了，你慌慌张张的去哪儿了？对不起啊，母亲，刚才不太舒服。宜秀早起就有些不舒服，这不还是坚持来了？不要紧吧？没事，母亲放心吧。怎么了？程兄，请。闲宁止夜生庭处，别有深情一万重。上次来罗府拜访，却不知宜玉妹妹有如此情谊。程兄，得知你今日来府，我们兄弟二人早就在门口相迎了，却迟迟不见人。二位恕罪，刚路遇甚远兄，就一起过来了。就他还有资格参加？且先听曲，这琵琶弹得也不错，和古筝交相辉映。六姐姐，你是不是哪里不太舒服啊？我肚子上，哎呦！哎呦！去看看他怎么了。
公子，咱在这儿也眼巴巴等了3天了，您多少还是吃点吧。没胃口。小二，我们2位。2位客官稍等，我先去给您问一下。六姑娘，哎，韩公子，六姑娘，好巧啊，你们也来吃饭吗？是啊，就这么巧，不吃饭难道等人啊？对，我就是来等六姑娘的。啊，你等我干嘛？对不住2位客官，已经靠满没桌子了，要不2位先在这边坐着等一会儿？不用了，我们去别下。哎，2位如果不介意的话，可以和我拼一桌。不介意。那就打扰韩公子啦。不打扰。啊，六姑娘看看，想吃点什么？哎，我看看，我有，哎，就这2个就可以了。好嘞，稍等。懂得节制了，有长进。请。香脆甜美。爽滑可口。好吃。好吃。怎么六姑娘吃什么你就跟着吃什么？你这人好生奇怪啊！我从小对食物不太感什么兴趣，看了很多大夫也没有什么办法。但是自从看到六姑娘吃饭之后，我觉得这些食物又香又美味，便能吃得下去了。哎，你之前给我开的方子，要不你给韩公子也开一副吧，保证你胃口大开。方子我忘了。忘了？没事，我那还有，我下次带给你。那是我的。你给了我的，那就是我的了。再说了，吃饭这么幸福的事情，那要是不能吃饭，多痛苦呀！你整天就知道吃吃吃，你真胖的没人娶就知道哭了。我娶。我真的可以娶。我不嫁人，快吃饭，快吃饭，吃饭吧，吃饭，菜凉了，快吃吧，吃吧，快那个要凉了。大娘子，公主派人来了。公主派人来干什么？说是送东西给六姑娘。母亲，这些是给我的。是啊，快吃吧。啊，可是你不是不让我吃点心吗？母亲现在想明白了，以前啊，总逼你做不喜欢的事情，你不开心，我心里面也不舒服，索性就遂了你的意，想吃就吃，不想减肥就不减了，不想嫁人也不急着嫁。你父兄的事情，让他们自己去思量，你只要开心就好。母亲，乖女儿，快吃吧。嘿，我先尝尝这个。好吃吗？哇，这么认真啊！我是得认真一点嘛，但总得给家里一个交代。能看懂吗？这每个字呢我都看得懂，就是这连在一起吧，看得我头晕。行，
过来休息一会儿。你好呀，富贵。哇，这什么好东西啊？杨枝酥。不对啊，啊？你哪儿偷的？怎么是偷的呢？这是我娘特意留给我的。你娘？嗯。她不是不让你吃东西吗？可能是方法奏效了吧。反正我也瘦不下来。再说了，我这样的人瘦下来应该也不好嫁，所以她放弃了。什么叫你这样的人啊？我跟你说，你千万不要自暴自弃。你看，比如像我不能读书，不妨碍我心灵手巧啊；我不能入仕，也不打扰我光宗耀祖啊。你罗一秀热情善良、大方勇敢，我觉得你特别有义气。你是在夸我呀？当然了，你好不容易有口吃的，你都愿意分我，你哪里不好了？你尝尝。你也尝一口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嘿，狸猫，狸猫，狸猫，你干嘛呢？狸猫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不知道吗？你们现在被禁止探访啦。你在这更明显，快点快点。哦。还不是我姐逼我读书搞出来的新花样。哎呀，富贵，你怎么瘦成这样啊？我背一页书，她才有一口豆饼吃，能不瘦吗？哎呀，真可怜。这样吧，我把富贵带走吧，他在你这啊？你该不会是想趁这个时候把富贵给炖了吧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怎么能污蔑我呢？你别动！哎，别动手动脚的。我是为了你好，你还说我？行，是我嘴贱，你最好了。那富贵就交给你了，你快把她带走啊，照顾好她。好。哎，一秀啊，还有啊，你这几天少出府，别碰上什么不三不四的人。什么不三不四的人？就是之前那个说什么吃不下饭，他们这种世家子弟最喜欢编这种谎言骗小姑娘了，你千万别信啊！哎呀，人家说不定就是看你欺负我，觉得可怜，想替我讲话而已。行，我带富贵走了。哎呦，起来，走啦！小心点，别担心。富贵呢？哎呀，富贵怎么不见了？可能是我刚才看书看得太认真了，富贵自己把门打开出去玩了。那照你这么说，富贵比你更适合科考了？这，你刚都看到了？茂哥，陈大娘子心气甚高，她虽面子上对我客客气气，但我知道她从心里边根本看不上我。她凭什么看不上你啊？就因为她家里出了几个翰林院大学士，她看不上你，我们还看不上她呢。我跟她也就是见面点头的关系，不往心里去就行了。若是有更深的关系，我怕她对我就没有那么友好了。对了，这一大早去求了文昌帝君，刚才忘了给。哎呀，瞧我这记性。姐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跟六姑娘注意些。我和六姑娘注意什么？姐，你别乱想了。我说什么你心里不明白吗？若你能考取功名那还好，若不能，趁早打消这个念头。姐，我一直把六姑娘当晚辈看。你知道我的，我从小就喜欢美人美物。那六姑娘胖乎乎的，又不爱打扮，并且整天叽叽喳喳就知道吃，我怎么会喜欢她呢？你倒也没必要这么说六姑娘吧。你记住，当好你的舅舅。你说的对，你瘦她胖，你们俩
不合适啊！死骗子，臭骗子，我掐死你！六姐姐，我正准备去找你呢。哎，吓死我了！怎么啦？你被谁气成这样？哎，没事，不值得一提的人。怎么啦？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我做了好吃的枇杷烙，想请你一起吃。枇杷烙，你做的枇杷烙最好吃了。走吧，走，来。哎呀，走喽。君妹妹，你这枇杷烙做的比6和9次的还要好吃。我也就只会做这个。六姐姐，等下次有机会，我带你去6和9次去吃河豚，好不好？好好。对了，你上次跟我说你小时候爱吃河豚，可是我们罗府也没有什么机会能吃到。你是什么时候吃的？那个是我跟我娘回陈家的时候吃的，不过都好多年了。我记得那一年我的外祖父他宴请贵客，特意从南方找到一个会做河豚的师傅来，但我娘没让我吃，我偷偷尝了一口，太香了，我到现在都还记得。怎么啦？脸色这么不好，不舒服啊？没有啊，你要是喜欢吃，我下次多给你做一点。还有，你今日偷偷吃这个枇杷烙的事情，我是绝对不会跟你母亲说的。千万不能跟她说，不然我可能就完蛋了。六姐姐，我来看看富贵。六姐姐，你怎么都瘦了啊？没有吧？我家小姐每天心事重重，都吃不下东西，可不得瘦了吗？哎呀，你别听她瞎说。六姐姐，你不会是有心上人了吧？这叫做为伊消得人憔悴。哎，我可听说大伯母最近总带你去公主那儿。哎呀，行了，怎么连你也编排我呀？好了，六姐姐，你别叹气了，富贵都要跟着你叹气了，是吧，富贵？你最近看见6舅舅没啊？好像上次发完榜之后就没怎么见过他了。母亲说他好像心情不太好，应该一直待在院子里呢。母亲啊，你们看见林茂了吗？他这次没考好，我骂了他几句，本以为他在屋子里反省，谁知道留了封信离家出走了。我去找。哎，这护士都停了，你去哪儿找啊？你放心，我承认错误，有态度，有行动。你等我。他不会真去找了吧？什么？什么？哦，他会不会是回临安了？他这次没考好，又在念叨以后不再可考了。我一气之下就说：“那你自己回临安跟爹娘说。”他还死活不愿意去呢。那母亲有派人去找他吗？找什么找？我才不要去找他，气死我了！他不会真出去找了吧？六姐姐啊，你知道6舅舅去哪儿了？哎，那天我跟他说我的上品罗勒快没了，他就说他帮我去找。这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，总不能跑到北边去了吧？可是现在北边在打仗，边境护士都禁了，想要找怕是不易啊！啊，那万一他发生了危险怎么办啊？不会的，虽然他平时看起来挺傻的，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挺机智聪明的。他哪聪明啊？我只是随口一说罢了，他还真去找了。好了，六姐姐，我觉得母亲也是嘴硬，她肯定会派人去找的。唉。姐，我回来了，姐。六舅爷。哎，姐，你怎么一回来你就打我？一声不吭，留封家书你就走，你不知道家里人为你着急啊？我就出去散散心。散心？你这叫散心啊？因为我瞎了？你这分明是被人打劫了吧？没有，我就摔了一跤。摔了？让我看看。
哪儿受伤哪儿摔坏没有？我没事，姐，真没事。他哪儿摔坏没有？没事，真没事。六舅爷，大娘子因为你走，还大病了一场。姐，你哪儿变了？大夫怎么说？我看看。哎呀，我没事，以后再说吧，回来就好。让大姐担心了，是我的不是。我知道，大姐把你逼得太紧了，但是你不能就这样说走就走呀。你是不是怕你考不上，父母骂你？茂哥，你别怕呀，咱们已经尽力了。再说，有什么事儿有大姐跟你一起担着。今年考不上，以后还能再考呀。姐，瑞香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通知小厨房，给茂哥做几道他爱吃的小菜。是。你也别愣着了，赶紧去换身新衣服，脏兮兮的。去啊！六舅爷，莲红，您回来了，我得告诉六姑娘去。怎么？你们家小姐很关心我回来不回来？当然了，她听说您不在了，要出门寻你，被我拦住了。真的？刚才出去那个人可是那个韩公子的手下？是啊，公主今日派人送了好多好东西来，都是姑娘平日里爱吃的，而且还送了好多姑娘爱用的香料，那些都可贵可难买了。他可真是有心啊！韩公子可有心了，他3天2头的往府上送，这不，姑娘让我拿些给七姑娘送去。哎，六舅爷，您叫住我是想让我带什么坏给六姑娘吗？没有。姑娘，姑娘，刚刚六舅爷让我把这个拿给你。你说谁？六舅爷。哎，姑娘，姑娘。你回来了。回来了。那东西是你让莲红给我的呀？是。那你怎么不自己拿给我呀？那自然是看到公主那边有人送了。那公主都送了，你还送啊？那也是我辛辛苦苦找回来的，虽然没有公主那边送的好，但这东西现在难买，你留着备用吧。你怎么知道公主那儿送的就好了？那别人是宫里的东西，自然是顶好的。那也不一定啊。之前我跟母亲去见公主，我觉得那个饭还没6合9分的好吃。那我送的东西呢？还行吧，比公主的好那么一点点。那就值了。一秀啊，那你可以不生我气了吗？我
我偷偷藏了上好的糖糕肉，一会儿烤给你吃。哼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姐给我备了饭，我得回去吃。哦。下次我俩偷偷一起。行，下次我俩偷偷一起。回去吧。回去吧，回去吧。那我先走了。慢点吃啊！你说你去北边了，北边那么乱，你不要命了？我就是想出去看看，总之我无事不就是好事吗？你想有什么事啊？你可是我们林家的独子，科举考不上那不是大事儿，人要有事儿就真是大事儿了。姐，这科举我定是不会再考了。你。茂哥啊，没关系的，一次考不上你也不用灰心啊。那个罗山远不是也没考上吗？以你的聪明，3年一定考上了。姐，你认真的看看我，别说3年了，10年我能考得上吗？我这个人生就要耗在我自己根本不喜欢的事上了吗？我人生有多少个下次啊？我就要耗在这个科举上了吗？这次我一路向北，看到了很多凄惨景象，也确实差点就回不来了。所以我越发觉得，我应该去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，而不是耗在这个门第偏见里挣脱不得。那父母的期望，林家的振兴呢？我们林家的生意遍布江南，已经很兴旺了。这个所谓的振兴，不过就是自己心里那点莫名其妙的自卑。我们祖祖辈辈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，哪里低人一等了？科举我定是不会再考了，爹娘那边要打就打，把我赶出林家我也认了。我知道，我这个当弟弟的，从来没有让你省过心，但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让你以我为荣。来，这块最好的肉给你。咱们都好久没有聚了呢。的确是好久没聚了。怎么啦？这么看我，这么感动啊？哎呀，做姐姐的当然要让着妹妹了。来，再给你夹一块。来，六姐姐，无论发生任何事情，你永远是我最好的姐姐。哼。三位生，自打你中了解元之后，我都没好好敬过你一杯。你这可真是扶鸾饮壶，寒茗饮寂，虚怀若谷，不露锋芒啊！谢谢舅舅。你倒是不考科举的时候最有文采啊。我跟我大姐摊牌了，我以后不会再考科举了。那她没打你吗？她可能还没反应过来。你们知道我这一路上都看到什么了吗？我看到了，庄稼都荒了，地里的土也都干裂了，战事还没过来，能跑的人都跑了，那些跑不掉的，全都饿得瘦骨嶙峋。我想给他们买点吃的，可那个地方连一袋小麦都买不到。舅舅这次出去，感触颇深。那舅舅给母亲说，你因为这个不去科考了，
你准备做什么？做生意，做大生意，越大越好。切外甥女，我们可以把生意往南做，往北做。所过之处，若有需要帮助之人，便施以援手；若有需要帮助之地，可尽我们心力。我这辈子啊，要是都因为家族的期望而耗在科举上，那帮不了别人，也帮不了自己。感谢舅舅，怀抱慈悲，心系苍生。我大概是又说大话了，真要完成，谈何容易啊！不积跬步，无以至千里；不积小流，无以成江海。六舅舅能想到这里，就已经迈出第一步了。六舅舅迈出去的何止是第一步？你们铺子不是也要装好了吗？那我可以拜托你们一件事吗？你们3个是说好了一起来说服我吗？母亲。六舅舅说他确实不是那块料。哦，那我这弟弟到底是哪块料？他从小学什么一学就会，逢人见他就夸他聪明，所以我父母对他期望值甚高，还指望他能改变我们林家商贾的门第呢。母亲，这我就得说一句了，商者莫谓是世俗的偏见，朝廷也曾有过诏令。正世之先，理财为急，可见对商者那是极为重视。要是每个人都跟你想的一样，那不就好了吗？母亲，其实我和六舅舅准备开一家胭脂铺子，六舅舅做胭脂可厉害了，到时候我们开这家铺子一定会风靡整个京城的。是吗？还要一路向南，开到咱们临安。你一个大男人，每天弄这些女人家的东西，你不嫌难看呀？那我们林家世代卖绫罗绸缎、头钗珠宝，也没见你说难看啊。哎，你商药，上次您用的商药就是舅舅做的呀？哦，那个啊，确实好，一般的还真比不了呢。啊，六舅舅还会做商药呢，这个厉害啊，真了不起！真的，舅舅在这方面的才能可以说是不输那些杏林大家，妙手仁心。有了这个才能，也算是济世救人了。我觉得不能单拿科举和读书来评判他，屈才了。照你们这么说，我这个弟弟确实是个人才，但没正经做过生意，万一……哎，大姐你放心，我们林家世代经商，我自然是也继承了一些这个天分的。不过说起这个天分，肯定是我大姐更厉害，对吧？那是当然，这母亲要是不被困在后院，出去做生意，哪还有别人什么事儿啊？对吧，三哥？啊，对啊，对，以后你们的铺子要是开起来，一定要多向母亲请教请教。哦，你们几个脑子里想什么，我清楚着呢，别在这奉承我啊！这哪是奉承啊？那母亲就是最好的，对吧，三哥？对啊，是啊。母亲是很厉害的。别奉承我啊！
二爷来了。哟，二爷来了。啊。您找我有事儿啊？我正好路过。哦，那您忙去吧。我没吃饭呢。没吃呢。我让下人给您送到书房里去。啊。那行，我走了。我家宜秀啊，近日一直在研究您给她的新菜式，说是好生有趣。我都从未见过她如此用心。六姑娘啊，天生爱吃，与我投契。哎，这大郎也怪，我做再多好吃的，他都不上心。可只要看到六姑娘吃东西，他就胃口大开。罢了罢了，让他未来媳妇儿好好管他吧。哎，也不知谁家的姑娘这么有福气，能做公主的儿媳。什么样的名门闺秀啊，我都不在乎，只要能够让我家大郎好好吃饭，别的都不重要。嗯。昭儿昨日便进宫，让御厨做了好些点心。这一到罗府啊，就着急找六姑娘了。今天好热闹啊，来了这么多人。哦，六姑娘，见过韩公子。这是宫里的杨中御厨做的点心，你快尝尝看。多谢韩公子，但我最近胃口不太好，这些东西以后也不用再送过来了。我们走啦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那是谁家郎君啊？哦，那是我们罗府二房林大娘子的弟弟。论辈分呢，宜秀应该叫他一声舅舅。不是亲舅舅，也能够相处得如此和睦。六姑娘，确实恭顺。公主，过赞了。近日夜市新开了杂交铺子，味道真是一绝。走，走，站住！陈大娘子，母亲，这么晚了，要去哪儿啊？林郎君，你这会儿倒是挺懂礼数的，可是大晚上带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出去瞎转，这成何体统？母亲，不关六舅舅的事儿，是我让他带我出去的。你住口！看这样子，你跑出去也不是一回两回了吧？你一个姑娘家，跟个郎君出门乱转，也不怕坏了自己的名声啊？可是他是我六舅舅哎。那也是外男，平日里教你的那些礼仪规矩，都当成耳边风了是吧？陈大娘子，今日之事是我有失考量。公主说喜欢你可以不讲规矩，可天家贵胄还能真不讲规矩啊？你日后嫁进韩家，要有大家闺秀的风范。我们罗府那是书香世家，可不比那些市井商贾。娘，我又没说要嫁去韩家。你胡说！韩郎君那是公主唯一的儿子，多少高门大户想跟他们攀亲，苦于没有机会。你不想嫁给韩家，你要嫁给谁？难不成还去嫁给一个市井之徒、商贾之子？宜秀，你先回去，我待会儿一个人去。六姑娘，咱们走吧。林郎君，怎么说你也是宜秀的长辈，你若真心为她好，就请你以后少跟她来往，别让人误会，耽误了她的终身。
六姑娘，你就听话吧。你今日绣个芙蓉帕子，明日我派人送到公主那儿去。哎呀，公主她不喜欢这些东西，那便做个珠钗。再不然，给韩公子做点点心。总之，从今日起，不要再跟我说什么不想嫁人的蠢话。哎呀，娘，你这是要逼死我呀！母亲，大姐，你这又是怎么了？你有空好好劝劝你妹妹吧。公主那儿这么好的亲事都不懂得珍惜。哎呀，我不喜欢韩昭，我管他韩昭是不是公主的大郎君，我不嫁。你怎么只顾你自己啊？你知不知道，如果你嫁到了公主那儿，能对你的父亲、你的兄长有多大的帮衬啊？难道我要用我的一生幸福来换取对父亲和兄长的帮衬吗？母亲，我是人，我不是用来交易的货物。你再说这种混账话！宜修还小，他说话不知轻重，您别动气。我不会嫁给韩昭的。你不想嫁他，你想嫁给谁？你想嫁给那个林茂吗？他是个市井之徒，商贾之子，根本就登不得台面。我可告诉你，你若想嫁给林家人，除非我死了，好生看着他一步不许出这个院子。是。走。林公子不妨有话直说。这瓶里该不会是毒吧？这可是治疗厌食症的药，我熬了好几个通宵才研制出来的。你不要不识好歹啊！你怎么会突然这么好心？这药可是六姑娘让你给我的。是我为了六姑娘给你的。陈大娘子想跟公主结亲，六姑娘不愿意，被关在房间里已经好几天不能出门了。怎么会这样？等等，六姑娘，她为何不愿？你愿啊？我当然愿意。你喜欢六姑娘？喜欢，六姑娘活泼可爱，我自然是喜欢的。我也愿意娶她为妻，一辈子对她好。可若她日后郁郁寡欢，食欲不振，不能同你一起吃吃喝喝了，你还会喜欢她，愿意一辈子对她好吗？你现在喜欢她，想同她好，归根究底都是为了自己的食欲。但喜欢一个人是没有目的的，反而是为了她好，愿意牺牲自己。你愿意吗？你犹豫了，你不够果断，你在衡量取舍。那其实我并不喜欢六姑娘。你不但不喜欢六姑娘，六姑娘也不喜欢你，否则她也不会因为反抗她的母亲被关在房间里了。虽然说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但若能跟喜欢的人相伴一生，白头到老，自然是最和和美美的事。我相信你应该也不是只想找个饭搭子。这件事情我得仔细想想。你得好好想清楚，别耽误了自己，也害了六姑娘。这副药每天饭前半个时辰服用，保管你胃口大开，不好用你再找我。那便多谢林公子了。不客气，那我先走了。林公子慢走。今日见过六姑娘了？没有啊。那你这胃口是真不错。我认识一个学医的朋友，他帮我开了一个方子，说是能治我的厌食症。我本来是不信的，但我吃完之后发现真的有用，现在看到饭就胃口大增。真有此事？什么药方？可找太医瞧过了？瞧过了。太医说方子没问题。那就太好了。你这朋友是何人？我好派人准备一份大礼，好生感谢他一番。不用了，母亲，我已经谢过了。
母亲，最近您和陈大娘子见面了吗？陈大娘子倒是到府上来过2次，带着点心，说是六姑娘特意给我做的。昭儿，你是不是喜欢六姑娘？要不要娶她做你的大娘子？母亲，这事先缓缓吧。缓缓？你不喜欢六姑娘了？不是，反正就先缓缓吧。快吃饭，母亲，我有点饿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吃饭最要紧。来，尝尝这个。六姑娘近日新研究了一种点心，特让我拿来请公主尝尝。陈大娘子有心了。也不知最近韩大郎君胃口怎么样？宜秀说韩公子最喜欢吃酸甜的，特意做了酸甜口的酥饼送给他。是好些了，劳二位费心了。看这2个孩子，一个爱做，一个愿吃，倒真是相配得很呢。陈大娘子，我是中意六姑娘的，可是这个事儿吧，还是得问问孩子们自己的心意。他们若能互相喜欢对方，自然是美好姻缘；可若是强求来的，就怕这将来会过得不顺心呢。公主说的极是。近日六姑娘关在屋里，可有什么奇怪的地方？没有啊。肯定有什么事，否则今日公主不会说这种话。你可给我盯紧了。是。那个，韩公子，我不知道我娘是怎么跟你说的。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说那个，其实，你并不想嫁给我，对吗？林公子已经向我表达过你的心意了，但我觉得，还是要你亲口说才作数。对不起啊，韩公子，我一直都把你当朋友，从没往那方面想过，没想到还是把你给卷进来了。对不起啊。你不用说对不起。无论结果如何，六姑娘都是我重要之人。但这次你母亲一番苦心，我不来，我怕她会为难你。但你放心，我也同母亲讲明白了。我不希望你不开心。谢谢韩公子，以后一定会有一个更爱笑、更爱吃的娘子喜欢你的。没想到你还会划船啊，划得还挺好的。在你眼里，我是不是什么都不会啊？不是，没有。还好，只是小时候喜欢玩，经常在府里划。哦。六姑娘，你要试试吗？好。
们家韩公子跟我们家六姑娘太般配了。是。今天天气也好，正好适合泛舟。是。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！你觉不觉得有点？哎呦，我，小心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姑娘，姑娘！公子，快来人救人！是，快救人啊！公子，姑娘，姑娘。快来人呐！我家六姑娘落水了！快来人呐！我们家，哎，我要救咱们家小姐呀！快